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翔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川普闪电突袭委内瑞拉，还有后续哦。我们看到他罪加一等，在马杜罗的身上哦，来多一项罪名，说你呀、怎么可以模仿我的舞步呢？我们来看看川普怎么讲的。I'd be happy for the country. They've been after this guy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he's a violent guy. He gets up there and he tries to imitate my dance a little bit. But he's a violent guy. And he's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好，川普指控马杜罗杀了数百万人，不过这个没有证据哦，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可是他公开做出这样的指控，并且他很在意啊，有人模仿他的舞步 YMCA 哦那样子的舞步哦。那另外呢，他还对于国内的这个民主党啊哦很不满意，他说我申请哦这个马杜罗这件事大功一件，你民主党怎么没有来给我祝贺啊哦？那这个也警告共和党说，如果其中选举我们输了话哦，民主党会弹劾我。而另外，你看到白宫释出这一张照片，黑白的一个照片，上头写了一个发否，什么意思呢？哦，如果我们用这个拆解它的意思呢，大概翻成中文叫做胡作非为哦，会自食其果，这是有很严格的威胁的意味。那另外呢，马杜罗被带到纽约去之后呢，他说我自己是战俘哦。那这是什么样的盘算呢？哦，法学者说哦，因为啊他在反打川普哦，把军事行动包装成执法的说法，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入侵，这就是一场战争，所以我是战俘，试图争取更接近战俘的待遇，还有叙事的主导权。而另外我们看到已经变成阶下囚的马杜罗啊哦，他现在呢当然被压制在这个美国境内，代理的一个伪国的总统哦，现在也被川普给要挟了。他说：“你代理，你要全面亲我美国，否则你就会跟马杜罗一样的下场。”我们来看看呢，下一个是不是格陵兰？很多人都在揣测川普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因为川普这一上任就不断说格陵兰哦是我们的。白宫说了，取得格陵兰是国安优先，不排除动用武力哦，这赤裸裸的直接把你的企图讲出来。李威特哦，他是白宫的发言人，他说取得格陵兰是为了美国国家安全，而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啊，动用武力是总统的手段之一哦。我到底看了什么？我到底看了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这样的放话哦，让这件事情可能会越来越接近事实。包括卢比欧哦，他讲了一个比较和缓的话啦，他说川普是要用买的啦，不是要用武力啦，不会真正的有军事行动哦。可是包括哦，你如果是格陵兰人，你会怎么想？你如果是欧洲人，你会怎么想？你在觊觎格陵兰呐，所以这些欧洲的领袖就发表了联合声明，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还有丹麦他们透过联合声明指出，格陵兰属于他们的人民，只有丹麦和格陵兰能够决定他们自身的关系。所以你看到格陵兰人现在很不开心啊。他们在怒吼说我们不是委内瑞拉。可是呢，对于川普来说，他没有在管这件事情，实力原则他眼中看到只有实力跟利益。全球当心啊！川普活捉委内瑞拉总统，幕僚点出了世界铁律，这是白宫的副幕僚长米勒，他说我们活在一个由实力、武力、权力主宰的世界，这些是世界铁律，所以你就知道川普这个集团他们的价值是什么？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大批的美军还有军机突然集结在欧洲这是最近的一个消息传出来，美国空军还有特种部队正在英国集结，而且呢已经进入中东。川普礼拜天的时候说，如果伊朗像过去那样镇压抗议民众，美国会痛击他们。我们知道伊朗现在因为通膨非常严重，人民上街头抗议所以这样子的暴动不断已经有35个人死亡了。川普明着暗着都说他会介入，所以我们看到当局，这是伊朗总统，他紧急说好，我未来4个月会提供你每一个伊朗人
这个每一个月大概是台币220元的补贴，希望尽快稳定局势。可是220块台币一个月，到底能稳定什么东西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世界的局势不断的在动荡，马杜罗下台了，他被美国给逮了。那下一个会是谁？现在伊朗有可能这个哈米尼有可能是下一个吗？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赌盘呐，现在已经在预测了，说这个哈米尼下台的几率可能会飙破56%。来，我们先请教彬哥。我觉得川普当然就是一个喜欢舞台的人，所以他会觉得，我明明就干了近代美国总统都没有做到的丰功伟业，把马杜罗逮到了，那你们这些人怎么都没有来给我道贺呢？还鼓掌。其实他要的不是鼓掌，他应该要的是吾皇三呼万岁啊！但是他没等到，他当然很郁闷。但他心里头还是很清楚，这个人脑袋还是很清楚。他警告共和党人是对的，他如果其中选举输，他真的会被弹劾。因为他有太多事情根本就完全出格了，根本已经逾越了，不要说是国际法、国内法，他都没在管的。所以你说民主党如果赢了选举，不弹劾他，弹劾谁？所以他也是拿这个，一方面是警告自己的同志，因为对他这一次逮捕马杜罗，其实有共和党的议员直接辞职了，你知道吗？就是不赞同他这样子这个违背国际法的一个做法，所以他怕共和党内部到时候会内部有人跑票或者干嘛，他就可能会很惨。那但是呢，美国这一次真的是完全不演，就是你看哦，他们马上用文攻武吓，就是武的这一方面就直接这些军人就直接呛说，我们直接武力把你拿下来，把格陵兰拿下来。那这个卢比欧就说没有啦，我们没有真的要动用武力，只要逼他谈判，用钱把他买下来。请问一下，这两个对丹麦来讲，哪一个是可以接受的？不能接受啊！当然不能接受，这是国家的主权你在开什么玩笑？太离谱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不只是丹麦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整个北约的问题啊。美国是北约老大，结果你叫北约的小弟把领土割让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那北约是攻守同盟哦。那请问一下，美军如果真的去攻击格陵兰，请问一下，那北约要不要出来帮格陵兰防守？对啊，这不是很好笑？而且格陵兰上面还有美军哦，现在还有200人。对啊，那这200名美军要不要抵抗，还是加入抵抗美军，还是加入美军？我不知道，这很奇怪啊，这整个逻辑上都怪怪的嘛。而且事实上，现在美军在那边，美军在冷战时期在格陵兰有很大的基地，驻守上万人。那现在缩小了变200人。但是表示什么？格陵兰其实对美国如果重新再扩充它的基地，格陵兰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格陵兰变成你的领土？这实在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好像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川普自己个人的一个权利欲。那如果格陵兰到最后真的被美国逼的割让之后，那加拿大不就完了？因为加拿大就被包围在中间了，就直接变美国51州。是啊，那老实讲，川普更有理由说，既然格陵兰都是我的，加拿大你就回来吧，就顺便吧。对啊，就这样子。那这还得了？那世界会怎么想？那格陵兰呢？现在愿意成为美国人的6%，85%不愿意。不是没有人用这种羞辱性的方式啊！我讲实在话，你如果当然，川普据说他也有弄别招啊，比如说你如果愿意加入的话，我每年补贴你$10,000啊，对啊，用这种方式。可是其实丹麦也一直都在补贴格陵兰，是，对啊，所以这个诱因恐怕也不见得会大。那我是觉得，如果川普真的干了这么出格的事情，那真是匪夷所思。那现在呢，又好像就是要把矛头指向伊朗。那伊朗当然，他们现在是非常动荡不安的，而且他们经济整个崩盘，造成民怨四起。那你看，即使他说我每一个人要补贴他们1000万里亚尔，才220块台币。对啊，一个月220块台币，那有什么用？对啊，重点是恐怕你现在拿钱是买不到东西的。对，这恐怕才是最大的麻烦。所以我觉得伊朗这个乱局还要再看。可是美军会不会真的直接这样入侵呢？其实就要看哈米尼怎么处理。哈米尼如果处置得当，迅速把民怨平息下来，那美军应该就不会有所动作。那这要考验哈米尼本身的功夫。来赖老师，确实，美国这次的突袭行动是成功的，所以特朗普所说的话是正确的。
但是这次的突击行动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啊，因为委内瑞拉的首都离海岸线实在是太短了，所以最后的三角洲的部队那么进去再撤出，它的路线是很短，时间也很短。可是如果要同样的行动用在哥伦比亚这个国家身上，难度就高了一点，因为哥伦比亚的首都比它在内陆里面，也就是说这是在他们的国家的比较靠中心的地方，那他要能够这样顺利进去再顺利出去，而没有任何伤亡，这个风险就高了。可是问题就在于，大家在问的是，即使这样的一个绑架的行动，美国还是出动了150架的战机，包括了 F-22隐身的 F-35，还包括 B-1轰炸机，还包括了电子干扰机啊！你想想看，这么庞大的机队，当然还有空中加油机等，然后才能够，那还有几十架的直升机，才能够开出一个绿色的通道，让这个三角洲的部队能够进去，而且还有几十架的直升机在上面去摧毁这个马杜罗的这个安全防卫的这一些警卫全部都被杀了以后，三角洲部队才能够进入攻坚。那这个行动，坦白说是以大欺小，以现代化欺装备非常落后的委内瑞拉，因为它被制裁了10几20年了啊。可是问题是，美国的后遗症实在是太大了，在国内太多的法学家、法学教授都认为你已经违反了国内法，也违反了国际法。违反国内法就是违反了战争的授权法，违反了国会的授权法，因为你的重要的军事行动按照规定都要经过，至少要事先通报国会，你连事先都没有，所以他自己说，如果他在其中的选举选输，国会成为民主党的话，他一定会被弹劾。我相信他讲的也是真的，这也是他最焦虑的地方。他怕一旦他被弹劾的时候，他后面的不但跛押，第二个他卷入弹劾案，他等于是被牵制住了，这个对整个共和党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他希望他的共和党每个人都争气一点，然后让他这个能够顺利的继续当完后面的那个2年的任期。可是问题是，美国的国内的问题能解决吗？你的物价通膨的问题，你的经济的问题，就业的问题，这些都是人民怨声载道的问题，你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也面临一个困局。除了这个以外，在国际间，他使他的盟友全部都陷入困局。为什么？因为他直接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所有的国际法的教授，包括美国的、欧洲的，所有的国际法的教授都说你特朗普违反了国际法了。那因此，这一些盟友本来应该要站在国际法，要捍卫国际法，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尊严的，因为是美国的盟友，没有人敢讲他，而让他们陷入道德困境。以后任何一个国家再去打下任何一个小国的时候，那这一些欧洲的西方的国家，美国的盟友，谁还敢说三道四？每一个国家如果说三道四，就会被责骂说你们双标。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就已经反映在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身上了。马克龙在第一时间不敢谴责川普的时候，你看他的在野党最大的在野党马上站出来说你不要脸，直接说你马克龙你不要脸。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国际法？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吗？后来马克龙被迫他就收回，然后再去批评美国，说你这样做是违反联合国的，应该要遵守联合国宪章。你可以看到，事实上他使他的所有的盟友全部都陷入道德困局，含日本在内。没错，没错，我们都知道他做错了，可是我们都不敢讲他做错了。现在变成是这样。好，来，将军。我认为没错哈，这个可能下个礼拜美军就会对伊朗动手哈，我的预测是这样。为什么呢？虽然说现在我们看到伊朗这次突然通膨哈到52%这么高，然后引起各地的暴动，各地大概根据外界的报道，总共有250处，所以说是几乎是伊朗全国各大的城市都已经发生了因为经济这个混乱所造成的暴动哈。那我不相信这次的暴动纯粹只是这个经济上问题，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某一些这个境外的势力在操弄这些事情，不然的话，伊朗为什么突然之间
他们的货币会贬值到这么严重，然后引起民众的暴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我认为说要从去年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的战争来看，哈，那时候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双方互相用空袭的方式初期的时候，以色列它还可以挡住这个伊朗的导弹攻击，但是在12天的战争后半期，我们看到它的拦截的导弹已经渐渐的拦不住。第二个，伊朗也找到其中的窍门，它很容易就突破伊朗的防空导弹，然后攻击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宿舍，还有以色列的国防部的重要的据点，甚至于港口、机场都被攻击到。那现在当然最后这12天的战争，在美国动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实施轰炸之后，然后最后宣告结束。可是这场战争，我不认为说是双方是真的停战，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听说伊朗正在积极的补充它的导弹，然后更增加它导弹上的技术。那内塔尼亚胡事实上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着急，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没有什么国土纵深的，如果一旦在遭受到导弹的攻击来讲的话，很可能会遭受到灭国之灾。这跟以色列当中东小霸主，这个在上个世纪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以色列有强大的空军，也有地面作战部队。但是现在战争形态已经改变，那伊朗是用导弹去攻击它，它不见得拦得住。所以我认为这次背后来讲，是不是美国要协助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要对伊朗来发动攻击？因此，这次我们看到美军大批的飞机飞到了欧洲，那飞去的都是什么样的飞机呢？第一个，它是 C-17运输机，是大型的运输机。那这种运输机肚子里面可以装载很多攻击直升机，比如说阿帕奇直升机。或者黑鹰直升机它这么大批的将这些对地攻击的直升机运过去。另外还有一架比较特殊的叫做 AC-132空中炮艇，它是一架 C-132运输机所改装的。然后在这一架飞机上面装了1.5口径的这种火炮，可以从空中对地面来实施火炮射击、快速炮的射击。所以很明显，这批的飞机几乎都是对地的攻击战机为主。然后因为他们美国跟以色列自己本身制空作战的飞机是绝对没问题的，以色列有很强的 F-35战机然后也有很强的 F-15等等这些制空的战机。那伊朗来讲，空中的这种防卫武力可以说几乎没有。那现在以色列它欠缺的是对地攻击的，我们看到这次美军过去的飞机几乎都是对空对地的直接攻击的战机，所以我认为可能在下礼拜美军可能就会动手。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哈米尼已经准备好他的 B 计划，他 B 计划就是带着他儿子还有接班人要逃到莫斯科去。那我们间接下面可以拭目以待。是，这是将军的预测，我们下个礼拜来看看这个预测是不是有实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把马杜洛拿下来的川普他到底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这个石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美国要求委内瑞拉断绝跟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优先向美国供应种植原油。那外交部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在委国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这是来自于彭博社记者的提问。他就讲就问川普说，川普政府已经告诉委内瑞拉临时的这个总统说要切断我刚刚讲的中国、俄罗斯嘛，这些经济联系。那中方对这个有什么样的评论呢？问的是中国的外交部。那毛宁有回应，他说委国是主权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还有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所以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在委国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那接下来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有人这么形容，霸王硬上弓讲的就是川普。他把这一些油强行5000万桶要拿走。这个我们看到这批原油是约合台币有888亿元刚好888。他要把这个3000万到5000万桶的石油移交给美国，这川普要求的。他说这个我要来支配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你真的是瞠目结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那现在中国是委油最大的买家。如果要把目前已经开采出来可是还没有出口的这些油3000万到5000万桶的油给美国，可能就是得把原本预计要运到中国的油轮改到下一次改送到美国去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像是一些政治评论Politico 就说川普
已经打算去会晤石油公司的高层。好，就说要把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产量赶快把它复苏起来。为什么？因为它是全世界这个储油最大的一个国家啊，储油量最大的。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他说其实川普早就已经计划好了，1个月前就跟业者讲说，你们要做好准备我们可能随时都可以进去啊，然后做大幅度的一个开采。不过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川普所谓号召重建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可是前途啊，或者是这条路可能有点崎岖。我刚刚讲了，美国它有很多的石油储量，可是都是超重油，你要开采它成本很高，而且非常复杂，而且很耗费这个能源如果要恢复到过去像高峰时期的产量，你要投入很多的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要花10年的时间，一些基础建设都还没有搞好。那现在委内瑞拉它自己境内的电力系统啊，已经都快要崩溃了，所以你要去开发、去开采，让它很正常的顺利的把这些原油给提炼出来，其实很困难、很漫长。而另外，我们再看看包括美国现在在拦截美国的黑油轮可能是偷偷运出去的，可是这个时间点出现了俄罗斯的潜舰去护航这个黑油轮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大国的角力现在已经在台面下开始在这个可能要浮上台面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讲了，他就讲说我们俄罗斯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支持。那刚刚讲到伊朗法国的媒体就说美国它拥有中国大陆、俄罗斯还有伊朗的武器，所以美国应该有兴趣去研究。包括我们看到了现在有 R77 空对空飞弹，还有伊朗的侦察攻击无人机像是中国产的这个2栖突击舰突击车，这些武器都可能是美方还会拿来研究的标的物之一。而另外我们看到联合国终于开会，终于说话了他们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犯了侵略罪。可是川普会理联合国吗？来，彬哥，这个川普现在是完全不演，把自己直接当那个山寨大王，直接来分战利品。那他要最大那一份就是这5000桶石油归我，然后他来分配。但是有这么容易吗？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大陆在那边投资了很多，大概有500-600亿的资金在那边。那他也跟委内瑞拉预定了很多石油。那川普能够就直接这样把东西全部吞掉吗？我想也不见得这么容易吧。所以中国大陆这个事情是会跟他杠上。如果川普执意要这样做，那4月的这个习川会恐怕就会出现变数了。那可是呢，川普其实之前就放出消息说，他早就跟这些石油巨头都见面了，就准备委内瑞拉一被我吃下来，你们就重新回去，直接把你们当年，因为当时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在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些产业都被柴维兹没收了嘛。没收，然后就变成国有。那现在你们就可以回去啦，然后回去你们要进去投资，重新把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业建设起来，然后好供应我美国的石油那可是呢，这些石油业者现在一个一个看起来意愿都很低，甚至否认跟川普见过面。因为很简单，第一个，委内瑞拉现在暂时被美国控制住，可是问题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你一个地方动荡不安，你在那边要做这个工业或商业生产，基本上就有很大的风险。而且这一些石油业者20年前才被柴维兹这个直接就抢走过一次，那这个时候回去，什么时候会被抢走也不知道。那更何况委内瑞拉经过这么多年的被美国长期封锁，它那些设备不是破坏就是老旧了，那你要重新把它建立起来，你需要大量的资金还有基础建设的能力。那你要在短期内，美国有能力协助委内瑞拉做这件事吗？没有，美国根本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么多资金。美国如果有这么多资金跟能力，他干嘛不先弄自己的基建？美国自己的基建也很老旧，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想是想得很美，可是要大量扩产，因为现在这委内瑞拉一天大概是80到100万桶左右，你说要再提升这个产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果子恐怕没有像川普想的这么香。那
当然，川普这整个过程是完全违反国际法。可是违反国际法，美国有在管国际法。美国向来的原则就是，国际法对我有利的时候，它就是国际法；国际法对我不利的时候，谁管它是什么东西？美国也不只是川普是这样，美国历来都是这样，他没怎么在管国际法，他就是一个强权嘛。所以现在美国政府也挑了明的说，这个世界就是看实力啦。那我实力我拳头比较大，然后我实力比较强，就是听我的就对了。那至于说他会不会去研究委内瑞拉那边就是中俄这些其他这些武器，其实 R77已经问世超过30年了。哦，很久了。你确定他现在还？我觉得美军早就知道它的性能了。那你说伊朗的那个无人机，搞不好美军还比较有兴趣去研究。那我就觉得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强权的时代。你看日韩都不敢讲话，赖清德平常不是也都批评独裁者啊，破坏国际规则吗？你有看到赖清德这次有讲话吗？对啊，这个世界就不过如此而已。其实不止赖清德，我们国内的政党也都对啊，好像都没有讲话。对，国内的政党是啊，不管是执政党或是在野党这个也是有点有趣但是在野党坦白说话也没什么用最主要还是要靠执政党。但执政党不说话的话，就失去了道德的制高点。没有道德制高点，哪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没有权利再哭爹喊娘了这是一个很简单而清楚的道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给卢比奥下了这个2个命令了第一个命令，因为现在卢比奥是不进入委内瑞拉的总督因为卢比奥那个川普已经受命给他全权，由他来去管理、治理、统治这个委内瑞拉。那这是隔空治理，所以委内瑞拉现在给这个不是，现在卢比奥给这个委内瑞拉隔空这个下达了2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就是你刚刚讲的，川普说我要3000万桶到5000万桶的石油，重石油，但问题是开始运了没有？不知道，运了多少过去不知道，但他是先要了。好，所以你现在有的这么多的油我要了但是怎么给不知道了第二个就是你要求这个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把他的俄罗斯的、中国的、中国大陆的，还有伊朗的、古巴的这些顾问全部都遣散然后不能够再跟中国大陆有瓜葛。这是卢比奥给这个代理总统下的第2道的命令。好，那当然川普有语带威胁的说，你这个代理总统如果不听话的话，你的下场可能比马杜罗更惨这个有生命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个卢比奥不是这个代理总统应该要说，我好害怕，那我去告他，直接威胁我生命安全好，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来看看这位代理总统他的做法很有意思。这个代理总统他当然愿意跟川普来谈，也愿意在石油方面跟川普来合作，他都愿意。那他宣誓就职了。可是问题是，他马上动作，已经开始动作了。已经开始动作，就第一个哀悼为马杜罗保卫马杜罗而牺牲生命的那30几位的战士，马上哀悼下半旗7天，这个是一个大的活动，就代表说我们执政党、我们政府、我们军队，我们对于这一群烈士为马杜罗而牺牲的烈士，我们自己最崇高的敬意。这间接的就是谴责美国对于这一些委内瑞拉人，他们都是古巴的卫士的对他们的杀戮。第二个动作就是大肆搜捕叛徒。叛徒指的是谁叛徒难道不是指的就是反这个执政党、反这个马杜罗的这些人吗？所以他用大肆搜捕这个叛徒。那你想，目前在委内瑞拉国内的这一些反对派，他们现在处境如何？这个川普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堪虑。在海外的流亡在美国的这一些反马杜罗的人，他们也没有得到川普对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处境也堪虑。各位，你们不觉得这有点像一个笑话吗？有点像一个闹剧。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军队能够永久驻扎在委内瑞拉的外海不走吗？哪一天你走的时候，情况是不是又整个翻转了？是，来，焦军。其实我觉得
川普做这件事情他真的是一意孤行了，后面可能很多问题他闯的祸会很大第一个，我们讲说不管怎么样，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是世界第2大的一个强国。那中国大陆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它不是说我现在跟委内瑞拉买石油，而是它已经付了钱。那每天这个你委内瑞拉要还给他的石油，因为中国大陆采取说我贷款换石油的方式，就是我总共贷款给委内瑞拉有600亿这个美金的贷款，那委内瑞拉是用石油来抵还的，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付了钱，那这些委内瑞拉这些石油，那你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这个运交给中国来抵债但如果川普硬要抢这5000桶的石油，我觉得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权益。那第二个，其实中国跟委内瑞拉，你知道在外交上面他们是什么等级关系吗？中国外交等级它分很多的名词，最简单的叫建交嘛，再来是伙伴关系，然后甚至于跟俄罗斯来讲，只是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但是它跟委内瑞拉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也就是说最高等级能够达到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只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巴基斯坦。那你想想看，中国跟委内瑞拉关系是怎么样？那如果说是你川普要霸王硬上弓，将这5000桶的石油抢过去，那中国已经付了钱，那我相信中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动作很明显是针对中国利益，就像我刚上一节所讲，如果说中国另外一个石油主要的来源国就是伊朗，如果伊朗来讲，美国也对伊朗动手，会不会影响到伊朗给中国的石油供给？如果伊朗以后亲美的话，亲西方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能源的供应。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中国绝对不会说是坐视不管的。那至于说美国有没有可能它的石油公司进去，我觉得是不可能了。我们看到这2家公司包括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跟雪佛兰这2家公司，你要知道，这就像是说川普去人家院子里面，把人家的这个主人抓走了，然后就跟外面的小弟讲，你现在我把他主人抓走了，你们可以进他院子里面，把他院子里面那棵苹果树给他摘掉。我跟你讲你这强盗走以后，那个强盗底下的这个罗罗如果没有在那边提供这些美商的保护来讲的话，我现在这些美商也不敢贸然进去。你进去怎么样？你会不会被胖揍一顿？因为现在很难讲在这个委内瑞拉目前这么乱之下，昨天还传出说总统府四周传出枪声跟炮声，是不是有政变的可能迹象？那如果说是这些仇美的分子还在的话，那你这些美商的石油公司进去，会不会在其中遭遇到恐怖攻击？我觉得可能性不是说没有，甚至于其他国家的势力有没有对你美国的这些美商公司来实施动手？所以我觉得川普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异常的天真了那如果说你只是很单纯认为说你把这个马杜罗抓走之后，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到人家家里面去大肆的搜刮现在不就是这样吗？你叫你这些2家公司进去搜刮，可是你叫这些人进去搜刮的时候，你并没有派军队去保护这2家石油公司。我觉得这第一个，石油公司也不是傻瓜，他也不敢贸然进去。第二个，后续来讲，我觉得国际之间不管是国内法、国外法，或者是说中国的这个能源的利益，你动中国其他东西，他或许还可以接受，但是你动到他能源来讲的话，他是绝对没办法接受，因为中国能源需求，它的石油需求是全世界第2大的需求国，它一天要到1600万桶的石油。那如果说是委内瑞拉这边的石油没办法拿了，如果伊朗那边在石油也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中美之间会不会因此而爆发一场这更严重的冲突，我们可以后续等着观察。是我们再来关心中国大陆跟南韩的关系。我们看到李在明他登陆访问了那访问期间，据说李在明他可以用中文跟韩文双语发文。那另外呢，这样的互动在 social media 上面大家都看到了。青瓦台就说，习近平、李在明在幕后的互动，不但自拍，还聊了什么呢？中韩炸酱面的差别去这个南韩玩的，或者去这个朝鲜半岛玩过的人都知道他们很喜欢吃炸酱面，那也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习近平跟李在明推荐北京炸酱面那李在明吃完之后呢，说中国的版本清淡健康那另外呢，当然李在明他登陆他带了很多很多的目的来的，包括像是文化上面的限韩令。
他希望赶快解除啊。这是2016年，大家还记得吗？朴槿惠那个时候部署了萨德系统，那中国大陆就开始有一些包括电视剧、电影、音乐啊，他就限制它限制它在中国大陆播放啊、演出啊，所以这就是俗称的限韩令。那现在两国的关系升温啊。中国外交部说，两国同意有序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交流，这代表可能限韩令要慢慢被解除了。而另外像是大熊猫这个东西，可能因为中国大陆的外交的一环嘛，它出借到各国去。那现在呢，因为李在明访中，所以可以继续租借这个大熊猫。那另外，他除了去北京之外，李在明还去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跑去上海，尤其是这个点为什么他要打卡上海？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旧址这一个地方呢是对一个民族独立历史的尊重那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希望透过重温共同抗日的历史，强化中韩抗日同志的这样子历史上面的一个连结。那中日在外交上面的争端，现在看起来还没有解套，而且看起来会越演越烈。包括呢，中国的媒体呢，最近有一个报道说，中国大陆考虑紧缩对日本出口中重稀土。那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6号下午的公告，说会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的管制出口。其实讲白了，就是这些稀土啊、化学品啊、无人机啊、船舶啊、电信啊、合金啊、核能这些材料、这些原物料，如果要一个一个来管制出口的话，对日本来说非常大的打击其中包括稀土这件事情，因为日本在电动车这个部分用了很多几乎100%依赖中国供应。如果中共掐住这个脖子的话对于可能未来的一些工业啊、商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限制。所以日本现在立刻抗议，他说单独针对没有办法接受这是日本政府发言人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说，与国际惯例有极大的差异，我单独被针对，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令人极度遗憾。那中国的日本商会，因为有很多日本的这个企业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嘛他们也很担心他说，如果受到出口管制，会提出交涉，会向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提出交涉。那当然，中国大陆有很多武器可以继续来对付日本。你可以看到，包括军事演习，像是从今天中午到明天的下午6点，中国海事局就公布会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而且这个看起来是针对日本来的包括南昌舰、无锡舰、拉萨舰、鞍山舰这个4大驱逐舰都会有在这个码头上整齐的停靠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武力上面的一个威吓也蛮明显的。中国外交部说，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警惕什么呢？因为日本打算修订安保3文件所以这个中国大陆也在这个非常高度的在警惕，也在盯着这件事情。你看到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可以到怎么样的恶劣呢？包括每一年日中经济团体的新年会，这是在日本举行的。今年中国的驻日大使说，我不去了，我缺席了我不参加这个活动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很难解套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来请教彬哥，李在明这次去大陆是下足功夫的。你看他不但早就做好了准备，而且他随时随地就是找到机会就要显示出，他跟习近平之间好像相处得非常融洽，然后他对中国的文化啊各种方式也非常欣赏，所以他绝对是有备而来。那在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你看到一个就是国家元首来拜访，就是一副好像对你就是又称赞又是欣赏，那你当然就不得不你必须要对他比较客气一点，给他一点好的一个脸色看。所以大陆现在也是就是讲说，应该多增加一些经济啊、民生啊相关的艺术文化交流啊。其实大陆过去从来没有真的讲过限韩令，但是他就是用各种方式去限制。那未来渴望可以松绑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也不会这么快。大陆大概也是看你李在明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因为你会不会，川普一给你压力之后，你又再变，因为这个都很难讲了。因为川普也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人，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会相对比较谨慎，不会一下子把能够给他的东西全部用掉，会慢慢来。那他去上海
参观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显然就是他很明白的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跟日本相处的非常不愉快。那我就来看这个东西。那我看这个东西，因为是遗迹啊，那确实我以前政府在这，你日本也不能讲我什么，对不对？但是这个暗示的意义就是，我跟你中国大陆，我们过去曾经是同盟，现在也是同盟，可是他又没有真的讲我们两个是同盟，所以我觉得他都是用这种暗示的方式，这个手段其实是真的蛮高明的。那可是中日之间的东西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中国大陆先是宣布了军民两用物资，我现在开始1000多项我都要进，那日本真的是叫苦连天，然后现在还要考虑进一步限缩。那对日本来讲，他当然会觉得无可接受，因为他很多产业的稀土哦，特别某一些特殊的稀土是100%依赖中国大陆，你没有中国大陆就没有。可是大家都觉得说，哇，你中国大陆怎么这样子这么阿爸去断人家的生路？你要知道，日本早就先进了中国大陆的光刻胶啊。日本在全世界光刻胶，它的90%以上是它生产。那中国大陆的自制率大概过去大概只到5%，现在已经增加到10%几，但是还有80%几需要从日本进口。所以日本之前这个限制它光刻胶的时候，这个对中国大陆是重大的冲击啊。那中国大陆当然也慢慢自己在研发，想要把技术提升上来，但是也没有那么快的事情。所以双方我老实讲，这就是礼尚往来啊。你弄我，我当然也弄你。那日本当然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讲说，你怎么可以只针对我？那请问一下，日本没有针对中国大陆吗？美国没有针对中国大陆吗？所以我觉得双方这个还会陆续这样互相制裁下去。我觉得大概几个月、半年、1年之内是不容易会有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哦。那当然，中国大陆还是不停的在演习，他要告诉你他的决心就在这个地方。他不容许别人亲门踏户，也不容许你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那可是呢，这个到底会进展到什么一个程度？因为除了演习之外，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恐怕还必须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他都试过了嘛，他都试过了，看起来高市早苗也不会随随便便就屈服啊。那你要怎么样能够真的达到你的目的？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还必须要去思考更深层的东西，因为光是用传统的这些做法，恐怕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了。好，我们进下广告。好，来请教赖老师。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哈，因为对于韩国也好，对于日本也好，这2位领导人都是新刚上任的。那你会看到他们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强化跟美国的关系，不管是这个李在明或者是高市早苗，他都会强化他跟川普之间的关系。但是除了跟美国这么遥远的太平洋的另外一端的关系以外，在邻居这个部分，高市早苗的做法跟李在明的做法就完全相反了这个就跟上一届的是完全刚好颠倒过来。上一届的日本的这个首相石破茂，你看他就想方设法要缓和改善跟中国的关系然后对于俄罗斯这边也在缓和，但是尹锡悦却在挑动跟这个俄罗斯、跟朝鲜还有跟中国大陆关系。那现在整个相反过来，高市早苗去挑动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而李在明却要缓和跟中国大陆，然后要希望透过中国大陆的手来缓和他跟朝鲜的关系，而且他还向俄国喊话，希望能够跟俄国的关系恢复正常化，能够缓和。这个就是2国的领导人他们的做法完全不同。韩国的李在明就是广结善缘，把邻居的关系搞好，而日本高市早苗的做法就是把邻居全部都得罪了。那这一得罪，我们看到了李在明的结果就是，中韩的关系改善以后，贸易关系也改善了。然后现在先解禁的就是有关于体育跟棋艺这个部分交流开始恢复了。那很有可能在下一步、下步，或是到另外一步影视的交流，一旦恢复以后，这个对韩国来讲，它的经济发展就很大不同了。那您刚刚谈到了他到上海去看
这个日本大韩民国时代在日本占领殖民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其实您知道韩国的年轻人，他们只要到上海去玩，几乎都会去这个地方看打卡。对，您也以前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不会太远是。那您会看到的就是到现在为止，你几乎无时无刻都会看到排长龙。绝大部分是韩国人，有一部分是大陆的朋友，他们就到上海来，也顺便去看一看。这个大韩民国的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他们当时在这个地方怎么办公，然后怎么去组织抗日，然后怎么样把日本打败以后恢复韩国的地位，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可是你想，如果说是韩国人到这个上海来了以后，他们看到中国大陆把他们的这个原址保留的这么好，那他们的好感度当然就会很高了。可是不要忘了，韩国人没有忘记他们被日本殖民，他们也没有忘记这个仇。那我们呢？台湾人好像都忘光光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中韩交流看起来回暖，可是中日现在看起来步入一个蛮险恶的状况。来请教将军。对，从去年的11月高市早苗发表了涉台这个言论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没看到中国在这方面有稍微这个放松的动作，不但没有放松，而且是一步一步逐次在加强。我们看到就军事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最早的时候这个用辽宁舰到日本去绕了一圈现在来讲，他居然用了4艘所谓055的这种大区的战舰在这边黄海要实施演习。我觉得这跟以前来讲是很不寻常一个动作。第一个不寻常就是055大区很少说是4艘并列在一起做一个演训的任务，因为单独一艘055它就可以担任一个航母战斗群的带刀护卫的任务，那不需要用到4艘。那去年的时候有一艘055就单独去绕了澳洲绕了一圈回来所以它一艘的威慑力量已经很足够了。那这次居然用了4艘。第二个我认为说是比较不寻常的是他演习的地方是在黄海。当然我们都知道黄海是曾经是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地方，那用了这么大一个军力在这边演习，当然针对日本的要修改安保三原则的这个这个事态来讲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你如果要修改这个安保3原则来讲的话，我的军事武力摆在这边。那黄海除了曾经是中日这个甲午海战的地点之外，它还有一个最大意义，它的后面就是渤海渤海后面就是所谓的这个北京京畿所在所以也是不是因为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辽宁舰到日本的外海去做演练，那这次这个以4艘的055大区在黄海做这个演习，我们可以看到大陆解放军对日本来讲是攻守都有前一阵子我们说辽宁舰，你把它当做一个攻势的一个作战的演练，那这次4艘的这个万吨大区摆在辽宁舰，摆在黄海，摆在它这个京畿的门口，很明显的是以一个防卫形态作战为主的一个演练，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来讲是有攻有守了。那